每个人渴望的成功与幸福都是有差别的，但大致上应该都差不多。一般男人的话，大概就是事业有成；女的话，就大概是要嫁个好老公。从我们生活的各种例子当中可以看出，所谓的成功其实是很主观的。只要你得到你所渴望的成就感，你就会觉得你是成功。即使只是玩个游戏拿了5杀，你也会觉得自己很成功。而女人的话，只要丈夫、孩子和她有很好的互动，或是在看戏剧的时候很感动，她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我们若要成功与幸福，是不是就一定要有团队合作，或和家人朋友合群呢？答案是也不是。不是因为成功或幸福与否，不在乎你做了多少业绩或嫁给哪一位，而是你的成就感或幸福感有没有得到满足。所以真正能让我们觉得成功或幸福的，既不是我们的团队，也不是我们的家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思维与改变。我们不要因为团队的工作压力或是家人的道德绑架而失去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独立个体，每一个人的指纹、声纹、背景、遭遇、个性与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既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要活出独特的自己。虽然说成功或幸福与否无关团队或家人的事，但我们还是需要团队和家人的力量，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这就好像单马云一个人赚不了多少钱，但当他与其他人合作之后，他就能借着大家的力量来赚取更多的金钱。同样，一个人虽然也可以过着成功与幸福的生活，但若与大家一同合作的话，就能让成功与幸福多出好几倍。但前提是在同一个组织或团体之下，人人都要有平等的待遇，都要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好像2个相同行业的公司，其中一个公司的股份全掌握在同一个老板的身上，另一个公司的股份则是分散到所有工作人员身上。那么哪一个公司的员工会更加努力工作呢？是那个领1点工资就要做个半死的公司吗？还是那个做得越多工资就越高的公司呢？当然肯定是后者。同样，如果我们想要透过团队或家人的合作而达到更多倍的成功与幸福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一群人当中就必须获得平等的待遇，否则这个组织或团体总是会以老板或领袖为优先，我们在他们当中将会是什么都不是。今天许多的老板和父母都在乎自己的利益与面子远多于员工或孩子的需要，只有极少数的老板愿意分享自己的股份和权利，也只有少数的父母愿意聆听孩子的心声。这也是所有老板和父母都应该要反省的地方。那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老板和父母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其实办法不是没有的，那就是我们必须私下更多提升自己，投资自己。每次放学或放工回家之后，不要急于玩手机、追戏剧，或是找家人朋友聊天聊个不停，反而是抽出更多的时间上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要知道，5G 出现之后，竞争力只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头脑的创意性与批判力不够强，肯定会被人工智能或是其他优秀人才给淘汰。但当我们不断强化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与知识，创作与批判时，我们就能和老板、公司和其他人讨价还价。当然，比起个人能力，个人信用与品格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即使我们再聪明能干，如果我们的态度与品格很恶劣的话，也不会有人信任我们。除此之外，适当的娱乐或是和家人朋友团聚还是需要的，但却不是每一天都一定要。又或者是，如果我们被父母逼着去读自己不喜欢的科系，或是做自己不喜欢做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应该和父母好好谈谈。
我们可以上网找一些资料，证明自己的兴趣和工作是有前途的，或找一些父母比较信任的人来为我们说话。如果父母是开明的，他们一定会明白；但如果他们不领情，反而坚持要我们读某科系或做某工作，那我们就要2选1了。一是听父母的话，做不喜欢的工作，一辈子都为父母而活；二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冒犯父母，但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选后者，因为我清楚知道父母不了解我的潜能，也不了解这世界的趋势。如果完全听取父母的安排，肯定会被这世界淘汰。不是父母要故意陷害我们，而是这时代的变化实在太快。即使父母是大商人、大律师、大教授，有钱有知识都好，父母过去的经验是已经不适用于5G 或6G 的世界。就像是一些人在过去的日子里砸了很多金钱和时间在2G 和3G 设备上，但如今却必须被丢弃，因为这些老旧的设备在未来一点作用都没有。同样，父母的工作思维也是如此，不是父母不好，而是这时代容不了上一代的老旧思维。所以，我们尽管大胆地叛逆父母的安排吧，但这种叛逆不是堕落的叛逆，不是赌博、酗酒、吸毒那种叛逆，而是善性的叛逆，高智商的反社会。我们必须逆而不叛，圆而不滑地做人做事。我们要懂得发挥自己的潜能，顺着世界的趋势，同时也不忘记孝敬父母。虽然父母的思维已经过时，但我们仍然要照顾与供养他们，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追逐梦想或努力赚钱而忽略父母的需要，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再来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无论是父母或任何领导，大家都是同为肢体，彼此不同，却也彼此需要。手不是脚，脚不是手，但都是为了整个身体的好处。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不同，却有着无法分割的生命体。就像是右手发现左手被蚊子叮咬时，右手应该立刻拍打蚊子，而不是教导左手怎样拍打蚊子。而且当胃感到饥饿时，右手必须谦卑自己，配合嘴巴进食，使胃得饱足，而不是要求嘴巴和身体自己弯下身来，像猫狗那样进食。正如圣经所说，人的身体并非只有一个肢体，乃是由许多肢体组成的。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体，难道脚就因此不属于身体吗？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于身体，难道耳朵就因此不属于身体吗？如果整个身体只是一只眼睛，哪里有听觉呢？如果整个身体是一只耳朵，哪里有嗅觉呢？但事实上，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将各肢体安置在身体上的。如果全身只有一个肢体，还会是身体吗？如今肢体虽多，但身体只有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相反，看起来不太重要的肢体，事实上反而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认为身体上不体面的肢体越要加以美化，不雅观的肢体越要精心呵护。我们身体上体面的肢体用不着美化。上帝把身体的各肢体安排在一起，使那些不体面的肢体更体面，这样身体各肢体才能彼此照顾，不会分门别类。如果身体某个肢体感到痛苦，全身也一同受苦；如果某个肢体得到荣耀，全身也一同喜乐。最后简单总结下，了解自己的渴望与目标。每个人对成功与幸福的标准与定义都不相同，所以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也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对一些人来说，有车有房有面子就是成功，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完成上帝的使命，造福社会才算成功。至于我们呢，我们也要理清自己想要的成功与幸福是什么？是玩游戏经常拿5杀吗？还是看戏剧看得很温馨？是能够月入几十万吗？还是嫁一个疼你的老公，或是娶一个美丽的老婆？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成功与幸福不是依赖团队或家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与软弱，我们不要期望能透过谁来获得成功或幸福。成功与幸福是自己争取的，也是自己在不断自我反省与改进中所换来的礼物。我们要找出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更有效率、更有意义。就像是肢体，手就做回手所该做的事，脚就走回脚所该走的路，这样人类的生命体系才会更美好、更健康。透过团队与家人获得更多倍的成功与幸福。虽然我们要懂得独立思考，与他人保持距离，但同时也要谦卑自己，与他人合作，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懂得在团队与家人当中分而不分，合而不同，合而为一。就像是肢体一样，虽然大家都不相同，但却是彼此需要，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生命体。要是我们伤害别人，其实就是伤害自己。反之，如果我们是照顾别人，其实就是在照顾自己。OK，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没有看上次有关透过网络装备自己的这个视频的话，记得去看看，因为这个影片会提供一些理念和方法来帮助大家透过网络学习和赚钱。要是你觉得我的分享不错的话，记得按赞、转发、订阅和关注，以及在下方留言你的感想和看法。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很有帮助的话，就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所有的影片。那么我们下期再见。